无线电波战的起源与发展。无线电波战有何特点和过人之处？无线电波战是如何在俄乌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将带您深入探讨一个看似神秘却又至关重要的战场——无线电波战。它在现代战争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在俄乌战争中更是成为了战略制胜的关键。那么，无线电波战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呢？它又有何特点和过人之处呢？它又是如何在俄乌战争中发挥作用的呢？近期，乌克兰公司 Fortus 推出了 Atlas 项目，旨在保护1300公里的前线免受敌方无线电控制无人机的攻击。它将无线电波战和电子对抗结合在一起，从而引发外界对无线电波战的关注。无线电波战或称电子战，指的是通过电磁波来干扰或摧毁敌方的电子系统。它的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德国物理学家赫兹于1887年首次证明了无线电波的存在。随后，意大利的马可尼成功进行了跨大西洋无线电通讯实验，为现代无线电技术铺平了道路。马可尼是最为知名的无线电发明者之一，他于1894至1895年左右开发了第一台长距离无线电发射器和接收器。无线电通信在1900年左右开始在商业上使用。现代术语无线电波在1912年左右取代了原来的名称赫兹波。然而，无线电波的军事应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无线电技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应用于军事通信和导航。随着无线电技术的不断进步，军队开始意识到敌方的无线电通讯是一个脆弱点。战时，尤其是海上，电子通信非常重要，因此反无线电干扰技术在这一时期开始萌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无线电干扰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电子干扰成为双方重要的战术手段，德国和盟军都广泛使用无线电干扰设备来干扰对方的雷达和通信系统，以达到战术上的优势。例如，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通过大规模的无线电干扰行动，成功迷惑了德军，为登陆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相反，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曾对 BBC 等盟军广播进行干扰。应对这一情况，盟军除增加广播频率外，还通过飞机在德军占领区抛洒传单，指引民众自治环形天线，以收听盟军广播。进入20世纪中叶，特别是冷战期间，无线电波成为了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重要工具。美国与苏联通过无线电广播来向对方的民众进行宣传和信息传播。为了阻止对方的广播，双方都采取了信号干扰技术。比如，苏联会通过杂讯干扰或电磁干扰来打乱美国广播电台的信号，而美国也有类似的反制措施。无线电波的干扰成为了冷战时期一个重要的战术手段。冷战结束后，虽然广播战争的直接冲突消失，但无线电广播作为一个宣传工具的作用并未完全消失。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很多国家利用广播和其他形式的传媒来影响全球舆论。这些历史事件不仅展示了无线电干扰技术在战场上的重要性，也为后续的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进入21世纪，随着无人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反无人机系统成为各国军事科技研究的重点。传统的无线电干扰技术被重新审视并加以改进，以适应新的战场需求。隐蔽性与高效打击。首先，无线电波战的最大特点之一便是其极强的隐蔽性。它通常是在远程完成，攻击方无需与敌人直接接触，就能够干扰、瘫痪敌方的关键设施。例如，在二战期间，美国通过破解德军的无线电通信，成功获取了敌人的战术计划，这让德军陷入了被动局面而毫无察觉。这种隐蔽性使得敌方难以定位攻击源位置，攻击方可以在远离战场的安全区域进行操作，从而获得了不对称的战斗优势。瞬间决胜的电磁冲击。无线电波战的另一大特点是其迅速干扰与摧毁敌方设备的能力。
这种战术可以通过电子干扰手段迅速瘫痪敌方的通信、雷达、导航系统，让敌方失去指挥控制。例如，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电子战飞机通过强力干扰信号，使伊拉克防空系统和通信网络瞬间崩溃，为随后的空袭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优势。这种高效、速战速决的攻击方式在现代战争中已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精准打击、协同指挥崩溃。与传统的物理攻击不同，无线电波战具有对敌方通信系统进行精准打击的特点。无线电波战能够精确地对敌方的通信、导航、雷达等电子系统进行干扰或破坏，影响敌方的协调与指挥，严重干扰其作战效率。例如，在2024年10月16日的深夜至凌晨期间，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根据乌克兰空军的报告，俄军从库尔斯克州、奥廖尔州和普里莫尔斯科、阿赫塔尔斯基区发射了136架无人机。乌克兰防空系统在苏梅、切尔卡瑟、基洛沃格勒、特诺皮尔等地区击落了51架无人机，另有60架无人机因电子战措施未能击中目标。在这次袭击中，乌克兰的电子战措施发挥了关键作用。大量的无人机被成功击落或迫使其偏离目标，显示出乌克兰在电子战领域的有效应对。非致命性与技术优势。无线电波战还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特点：非致命性。它主要依赖电子手段来摧毁敌方的电子设备，而不是直接伤害敌方人员。这种作战方式能够在不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极大地破坏敌方的作战效率。例如，在2025年1月，乌克兰防空系统成功击落了俄罗斯发射的93架无人机中的60架，而另外26架无人机则失踪了。这些失踪的无人机实际上是通过电子干扰手段被引导偏离了原定航线，改变了它们的飞行方向，从而有效阻止了俄罗斯多次对基辅的无人机攻击，确保了乌克兰首都的安全。规避传统防御与技术多样性。无线电波战还包括可规避传统防御手段、多样化的作战手段及高度依赖技术等特点。传统的物理武器，如导弹、枪炮等，有明显的打击目标和攻击路径，可以通过物理防护或拦截手段进行防御。与传统的物理武器不同，无线电波战能够规避敌方常规防御手段，利用信号干扰、欺骗等策略进行打击。这些策略包括强力干扰敌方的无线电通讯、雷达信号、卫星导航，伪装或仿冒信号，让敌人误认为攻击目标位置，截获敌方无线电信号进行监听和情报分析，甚至利用定向能武器对敌方电子设备进行精准攻击。无线电波战技术的复杂性和高依赖性，要求作战方不断研发并掌握最新的电子技术。技术优势往往决定了这场战斗的最终胜负。操作人员需要具备高超的电子设备操控能力，才能在这场无形的战斗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总的来说，无线电波战不仅仅是一种现代战争的技术手段，它更像是未来战场上的隐形剑，用其超凡的精确性、速度和隐蔽性，在敌人的防线中制造空隙，为胜利铺平道路。在俄乌战争中，无线电波战的作用不可忽视，成为了双方对抗的关键战术工具。无线电波战涉及通过电子干扰来削弱敌方通讯、导航及无人机系统，为战斗带来战略优势。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不断提升自身的电子战技术，利用无线电波战来获取上风，深刻影响了战局的走向。电子战信息控制的关键。在这场战争中，无线电波战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了扰乱敌方通讯，它更直接影响了指挥系统的有效性和战斗决策的及时性。俄罗斯拥有如克拉苏哈4这样的先进电子战系统，这些系统能够破坏乌克兰的卫星导航、无人机信号及雷达通讯。通过对这些系统的干扰，俄罗斯使乌克兰的指挥系统陷入混乱，极大地限制了乌克兰部队的行动自由。然而，乌克兰并未坐以待毙，反而在电子战领域进行了积极的应对。乌克兰不仅加强了通讯安全，利用加密技术和多样化的通讯链路来保障信息畅通，还快速适应了无线电波战的挑战，发展出具有创新性和灵活性的反电子战设备。
例如，乌克兰的 Bakovolad 反无人机系统和 ITER 探测系统不仅小巧便捷，还能有效识别并摧毁敌方电子战设施。无人机与电子战的猫鼠游戏。无人机在俄乌战争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双方侦察、打击、定位目标的利器。然而，无人机也由于依赖无线电信号而成为电子战的重点目标。在战争初期，俄罗斯凭借数量和技术优势，迅速在战场上展开了电子战攻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乌克兰也迅速提升了其电子战能力。特别是在乌克兰的库尔斯克地区，乌军凭借电子战技术取得了显著优势。乌克兰军队首先利用电子战系统摧毁俄罗斯的无人机，然后迅速部署自己的无人机群，定位并瞄准俄罗斯阵地，再由地面部队展开进攻。这个循环不仅提升了乌克兰部队的作战效率，也使得俄罗斯军队在应对这种战术时束手无策。战术优势与技术升级。随着战局的发展，乌克兰在无线电波战领域的技术逐渐超越俄罗斯。2014年，俄罗斯首次入侵克里米亚时，其在电子战和无人机领域曾占据技术优势，但如今乌克兰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全球领先者。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乌克兰国防工业的快速成长与技术创新，令其战斗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俄罗斯虽依然在电子战中占有一定优势，但其在战术灵活性和创新能力上逐渐被乌克兰赶超。俄军依赖的西波夫尼克航空反无人机系统在实战中展现出强大的干扰效果，但面对乌克兰不断升级的电子战系统，似乎已难以应对。国际援助与电子战装备。随着战争的深入，国际援助也为乌克兰提供了关键的电子战支持。美国与英国纷纷向乌克兰提供高端电子战装备，进一步提升了乌克兰在这一领域的作战能力。例如，2022年5月17日，英国 Fortem 科技公司宣布向乌军提供天空穹顶 Skydome 新型携带型反无人机系统及相关培训。该系统无需依赖作战基础设施或大型支援设备，可供远征部队作战人员使用。2022年5月6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向乌克兰援助一批价值 1.5 亿美元的军用物资，包括未披露型号的电子干扰设备。这是自此次冲突以来，美国首次宣布向乌克兰提供电子战装备。这些装备大大增强了乌克兰的电子战能力，使其在战斗中占据了更加有利的地位。总之，无线电波战已成为现代战争中不可忽视的战略武器。它不仅影响着战场上的实际作战效果，也在信息与通讯的控制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俄乌战争中的电子战较量展示了技术和战术的深度融合，以及信息战争在现代军事行动中的重要性。从乌克兰的反击中可以看出，面对先进的电子战设备和策略，即便是较小的国家也能够通过创新和灵活的战术获得战斗优势。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